我是恐怖游戏的清洁工，现在有个很严重的问题，老板丢了，而且不仅老板丢了，好几个副本都不见了。我连忙把小黑叫出来商量。小黑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，他走了的话，后果很严重啊。我紧张起来。他分析道，老板不在，他就不会发你工资，他不发你工资，你就没有钱，你没钱就不能给小白买小鱼干。最后他总结道，天塌了，论关于老板失踪导致小猫没小鱼干吃的惨案如何发生。我，恐怖游戏的唯一清洁工吴子瑜，近期正在担心老板，当然不是担心他不发工资，而是在担心他的安全。按理来说，老板的行踪不需要我去关心，但好几个副本一同消失，就显得不同寻常了。联想到潜伏在暗处的前任老板极尽钟会，我真是一刻都坐不安稳，特别想找个知情人问问。小黑晃动着尾巴说道，吴妈，你千万不要着急，事情还没到最坏的时候，至少我们还没见到老板的尸体。我嘴角一抽，真到了那个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吧。我起身准备再去找几个 boss 问问。小黑叫住我，想弄明白老板究竟去了哪里，要先看看他的抽屉。我恍然大悟， SSS 级副本和10大终极副本平日都是上锁状态，这一片区域最是隐秘，要对应的钥匙才能打开。如果哪一把钥匙少了，他一定就是去了那里，反之就说明他不在这些高级副本内。我来到柜子前，把一个个抽屉都打开。SSS 级副本是一大串钥匙，我着急道，我有些记不清到底有哪些 SSS 级副本了。小黑纵身一跃，来到我身前，凝视着这些钥匙。片刻后，他说道，不用看了，没少。不愧是靠谱的小黑。我将 SSS 级副本的钥匙放回原位，现在只剩下10大终极副本的钥匙了。我逐个打开，最终在第6个灰色抽屉处停下，少的是终极副本历史的痕迹。小黑说道，想听听我的建议吗？我看向他，说道，想听。小黑看着我说，离开恐怖游戏一段时间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该上哪儿玩上哪儿玩，等一切尘埃落定再说。这似乎是最好的选择，但我不可能这样做。但想方设法的贸然进去也是添乱。我说道，我还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吧。从雨林副本出来，我看着身边的小黑小白，说道，你们真不用跟着我。小黑说道，没事的，今天副本不开，我们很闲。小白也点点头，喵喵喵的叫，似乎在说，没关系，好吗？我也是再次荣升恐怖游戏1级保护动物。我把小鱼干掏出来，那我给你们交点保护费吧。小白圆圆的眼睛闪了一下光，叼住了我递出的小鱼干，而小黑不为所动。我看了一下他，他说道，都给小白吧，我最近不想吃这个。我把剩下的小鱼干放到小白的小包包里，走吧，进下一个副本。而进入古堡副本时，十分兴奋的小李僵住了，我猫毛过敏啊，吴妈。于是汽水油不相容之后，我又发现了小李与猫不相容的原理。小白无疑是可爱又调皮的，可能是本着交朋友的心态，他径直朝小李扑去。小李的表情就像是风云里的不惊云，满脸惊恐地说，你不要过来呀。这一瞬，他追他逃，我擦擦额头的汗，说道，我还是下次再来吧。小李躲到我身后，与小白秦王绕柱。他说道，吴妈，最近很多玩家都在谈论终极副本历史的痕迹，你最好不要去那里打扫，很危险的。我忙问道，玩家们都说了些什么？小李跳到房顶，好像是说进入里面可以获得超现实的力量，不少玩家都决定舍命一搏了。小黑眯了眯眼，终极副本可不是他们想进就能进的。小李倒挂着，他们说在什么什么论坛上已经有人在卖进入的方法了。我心中一凛，为什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小黑看向我，说道，相当奇怪，似乎有一双无形的推手在背后推波助澜，而目的绝不是所谓的超现实力量。我惴惴不安地说，老板应该不会出事吧？小李跳下来说道，老板不会有事的，我和老板打过架，10个我都不是老板的对手，何况那些玩家呢？小黑也点点头，老板的确很厉害，我们不必为他担心。小李正色道，退一万步说，我愿意推举吴妈你来当恐怖游戏新的话事人。我嘴角一抽，你这也退得太远了吧，直接就把老板退没了。小李笑了笑，很认真地看着我说，吴妈，如果你看过电视剧，就应该知道正义必胜，迪迦奥特曼一定会打败加坦杰厄。在我还在思考加坦杰厄是什么的时候，小黑插话道，对于玩家来说，我们才是邪恶的一方吧。小李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他调转话头说道，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邪恶战胜正义才是常态。好灵活的底线。未等小李发出结的狂笑，小白已经向他伸出了魔爪。啊呀呀，阿 T， 呜，我被邪恶战胜了。吴妈你管管他呀。小白不知所措，一脸茫然。小黑则摇摇头，把小白叫至身前。待我把垃圾桶从古堡副本里推出，小黑说道，吴妈你知道吗？战场除了正面战场，还有敌后战场。我看向他，有些许不解，我不太懂你说的意思。小黑看着我，
刚才小李的话你也听到了，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，有人在鼓动玩家进历史的痕迹。我想的是，尽量减少进入其中的玩家数量。我想了想，就连老板都无法掌控终极副本，我们又能做到什么呢？他说道，我们可以让论坛瘫痪，直至老板从副本里出来。我恍然大悟，玩家论坛是玩家交流的一个重要媒介，一旦切断，就能延缓这种情况。但据我的了解，玩家论坛本身就是一种超自然现象，这也是玩家能够放心使用的原因，不会留下痕迹，不会被追踪 IP。我说明情况后，小黑说道，我知道这种现象来自于什么，你去找我的朋友，我想他可以办到。按小黑所说，虽然他可以穿梭副本，但他不能去往现实。他说道，所以这件事只能吴妈你去做。我点点头，行，交给我吧。离开副本，我登录了小黑所给的网站。大概2小时后，有人私聊我，3号，你还活着吗？我连忙打字道，我是3号的朋友，请问你可以帮我一个忙吗？他沉默良久，问道，3号现在怎么样？我如实相告，小黑说他的朋友会理解这荒诞的一切。他回复道，你来丰兰市找我，确定时间后跟我说。我搜了一下飞机票，打字道，明早就能到。他回复，好，到了再联系。我收拾东西，前往机场。在飞机上小憩一会儿，在早上7点抵达了丰兰市。枫叶火红，我们在约定的地点见面。这是一个戴着眼镜、满脸憔悴的男人。他看着我说道，坐吧。要喝点什么？我看了一下周边，我们就在这里谈。他说道，不必担心会被人听到，这是我开的店。我说，那给我来杯咖啡吧。他起身对店员嘱咐了一下，重新回到我面前，迟疑了一下，问道，能再说一下3号的情况吗？我点点头，简明扼要地说了说。他静静地听着，时不时点点头。等我说完，他说道，算是不错的归宿。我有些不解，被困在游戏之中，日复一日重复同样的剧情，这都能算不错的归宿吗？他笑了笑，你可能觉得我说的话有些奇怪，但事实就是这样。对于我们这些进入过暗网之下的人来说，能在恐怖游戏里面有个安身之所，真的算是很好了。你这次要我帮忙的事，也和暗网之下有关。我看着他，这一点3号没跟我说过。他说道，3号应该是怕牵扯到你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总把自己的想法埋在最深处，不会轻易提起。是的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小黑几乎不会表露情绪，他总是沉稳镇定，所思所想都藏在他黑色的外表里，和活泼的小白截然不同。我看向他，那这件事，请问你有把握吗？他笑道，你就那么确定我会帮你？我说道，因为3号从来没怀疑过这一点。小黑相信他一定会帮忙，因为他们是最好的朋友。男人沉默片刻，内心像是被什么击中，感叹似的说道，他总是这样，在我做出错误选择的时候依然。这一刻，咖啡往记忆里浇了一整勺苦涩。他把糖包放下，我们在路上聊吧。凉爽的风透过车窗，他说道，3号是真正的天才，遇到我是他不幸的开始。彼时他刚拿到 ACM 国际大学生程序设计竞赛的奖杯，意图向更深的领域发展。作为计算机社的负责老师，我决心向他分享我的成果，去捕获一只真正的电子幽灵。风吹动着我的短发，我知道电子幽灵一般是指电子设备和网络中无法解释的异常现象。我说道，想必后面一定发生了什么事。他点点头，为了捕获这只电子幽灵，我们深入到了不该到达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比暗网还要隐秘，我们将其命名为敌网。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撤离，后来的事情或许都不会发生。可惜，我们恰恰做出了错误的选择。我感受着他语言中的懊悔与悲伤。我说道，人不像机器，不能永远正确，而且机器也有故障的时候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你说的很对，但人终究要为自己犯下的错误买单。我们在敌网中追踪电子幽灵时，遇到了真正的怪物，由冗杂数据构成的赛博怪兽，它能在一瞬间使人信息过载，大脑宕机，陷入昏迷。我看着他，我知道幼小的婴儿会遇到这种情况，由于同时接受的信息太多而陷入沉睡。他说道，没错，差不多是类似的情况。即便是以成年人的大脑，也无法接受如此巨量的信息。我和3号晕倒在办公室，苏醒已是7日后。3号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自残倾向，而我险些成为一个杀人犯。我心头一动，难道小黑成为 NPC 就是因为这个？他继续说道，那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极其痛苦，在那些接收到的信息中，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垃圾。我们因此窥见深藏在世界之下的暗面，那些令人作呕的一切。他的面部表情出现些微变化，你绝技想不到那是怎样的状态，大脑眩晕，像是世界在朝你轰鸣，你必须宣泄，不然你将会疯掉。于是我拿起了刀，绑架了我们系里的主任，一个肮脏的家伙。他将3号的学术成果给了他的侄子，致使3号错失了一笔奖学金。我说道，你说你差点成为杀人犯，那这件事他将车停稳，是3号，是他劝住了我。他握着我手中的刀锋，对我说，老师，我们不应该成为他的奴隶。我眨眨眼，已经能够唤醒小黑站在我面前，说道，吴妈，我会保护你。他永远都是这么可靠。
老师推开车门，此后数年，我因故意伤人罪判刑，并在监狱里接受心理治疗。他偶尔会来看我，直到半年前，他不再来了。半年前，差不多就是小黑小白在恐怖游戏出现的时间。我从右手边下车，看向他，能问一下吗？为什么您称呼他为3号？他把车门关上，因为当时一起追踪电子幽灵的人不止我们2个。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些人，彼此都以代号相称。3号说：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3就是有无限的可能。小黑往日的形象逐渐在我脑海里明晰，他也曾是有无限可能的青年。老师在别墅前停下，在飘飞的枫叶下回头看我，抱歉和你说了那么多，他是一个聪明懂事、坚毅果敢的孩子，烦请您在恐怖游戏里多多照顾一下他，毕竟他是一个知道痛也不会说的性子。这一刻，我的内心也晃动了，因为在恐怖游戏里，我被小黑照顾的时候，远比照顾小黑的时候多。他的强大总是令我忽略掉，他可能也需要有人温暖他。爱哭的小孩总是能获得一些额外的偏爱，而懂事的往往承受的更多。我对老师说道，说来也很惭愧，他对我的照顾多过于我对他。他笑了笑，不影响，3号有强大的内核，他不会把这些事放在心上。我只是希望你以后能多留意一下他。我点点头，会的。进入别墅，老师说道，这里是我们以前的科研实验室，我们在这里做出了一台幽灵机。我四处打量着，这里被打扫得很干净，但却几乎没有生活的痕迹。我问道，您现在还常来吗？他笑道，虽然很久没用幽灵机了，但还是得养护着。要让我再造一台，我可没这个本事。他推开左边房间的大门，复杂的线路在其中来回穿插，巨型的显示器摆在中央，像是有生命一样，让人觉得那不是一个死物。这一幕很像是科幻电影中的画面。这台幽灵机是我们信息超载后用2人的知识协同制造，是2个在癫狂边缘的人碰撞产生，仅用了2周。后面发生的事你也就知道了，后面应该就是他绑架系主任进而入狱的事了。我看向地面，这些暗沉的血迹是……老师眼角动了动，这就是3号自残的痕迹。他太固执了，他挽救了我，却没有救他自己。他一直在尝试着战胜敌网那头怪物。有一次探监时，他说已经有更多的人出事了。老师，我想我必须得做点什么。我的内心再次被小黑震撼，他的身上充斥着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。老师按下开机键，论坛的事情用这台幽灵机应该可以办到。把网址给我吧。网址是我在陪老板窥屏的时候看到的。我把本子拿出来递给他，他看了2眼，接下来可能有点枯燥，你可以在别墅里转转。我看向屏幕，没有炫酷的画面，只有一串串字符的交锋。他所使用的不是常规的编程语言。我大学虽然不是计算机专业，但也有计算机课程。我只能说完全看不懂他在输入什么。尽管意识到自己帮不上忙，但我还是静静地待在一边。万一呢？万一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呢？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着，他此刻的专注任何人都比不了。1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我生怕产生噪音会影响到他。3个小时后，他汗流浃背地敲下最后一串代码。可以了，如果没有别的干扰，至少3天的时间内，这个论坛绝对无法使用。我闻言松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您没事吧？”他疲惫地说道：“问题不大，休息休息就好了。你先自便，我要到隔壁躺一会儿。”他起身换了房间，关上门，直接就睡着了。因为经常打扫，我现在的身体素质比起刚进恐怖游戏的时候好了不少。站了3小时也无伤大雅，略微活动一下，我开始在别墅里走起来。走了没多远，我看到了一个猫窝，不远处还有一张照片，里面是一只猫和一个头发很长的年轻人。我一眼就认出那只猫是小白。原来小白真的是猫。过了很久，老师才从房间出来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我摇摇头，没关系的，这次辛苦您帮忙了。他笑了笑，举手之劳而已，更何况这是3号让我办的事。我同样笑笑，您有什么话想说吗？我可以转达给他。他深思片刻，正色道：“就请你告诉他，赛博怪兽的事，老师还在坚持。”他留下的笔记我都看了。回到恐怖游戏后台，再一次见到小黑，我眼神复杂。他的痛苦和绝望全都来自于抗争。那一本又一本的笔记，时不时会穿插一些真实感受。胡乱的字迹下是对于死的追求。好想死，好想死。可是丢不掉的笨猫又找回来了。当他舔舐着我的伤口时，我又燃起了生的希望。小黑问道：“吴妈，事情办完了？”我点点头，全靠你的老师，事情已经圆满完成。接下来玩家就没办法从论坛上购买进入方法了。他说道：“那就好，我们已经做到我们能做的了，接下来就靠老板自己了。”我看向小黑，你的老师让我转达你，赛博怪兽的事，他还在坚持。你留下的笔记，他也都看了。小黑的瞳孔晃动了一下，只是简单的说了一句：“知道了。”我说道：“他还让我多照顾你。”小黑说道：“你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，吴妈。”我笑了笑。
2天后，老板重新回到游戏后台。他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在他的位置上呼呼大睡，半梦半醒间看见老板的笑。他说道：“请问清洁工大人，我这张椅子还舒服吗？要不要再给你换张沙发，搞个枕头？”我笑道：“有就最好了。”他看着我，想的还挺美，还不赶紧起来。我笑嘻嘻的给他腾出位置，看着他说：“老板，你平安无事，真是太好了。”老板说道：“我能有什么事？”我说道：“之前有很多玩家都说要去历史的痕迹，我就有些担心。而且老板你走之前也没跟我说。”他瞥我一眼：“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没见过老板还要给员工打报告的。”我看着他：“您是老板，但我们是家人。”老板看了看我：“好吧，你说的对，下次我做个50页的 PPT 再走。”我笑了笑：“那倒不用，您说一声，我们才有心理准备。对了，老板，那些玩家没给您造成什么麻烦吧？”他摇摇头：“玩家没什么要紧，麻烦的是镜中会的人，他们想要混在玩家群里，扰乱视线，借机联系前任老板，这就是他们的计划。但让我意外的是，进入副本的玩家数量很少。”我笑道：“这都是小黑的功劳。”我将前因后果叙述了一遍，他恍然大悟：“原来是这样，你们真是立大功了。该奖励你们什么呢？”我摆摆手：“我没做什么，就是跑个腿而已。”“您奖给小黑。”他笑笑：“我缺你那份吗？等我想好再说。”我嘻嘻一下，问道：“老板，那前任老板的事解决了吗？”他说道：“有一定线索了。”我看着他，前任老板不在历史的痕迹里。他微微一笑：“镜中会得到的线索是我放出的假线索，前任老板对几个副本都做了手脚，既然我找不出，那就把水搅浑。想要碰头，得看他们有没有这个本事。毕竟现在我才是老板。”我给他竖起大拇指：“老板厉害。”老板说道：“去忙吧，不用围着我转。”我点点头，转身离开。这几天在这儿也没睡个好觉，今天我要下早班。他哈哈大笑：“好。”老板见到小黑，询问道：“你立了功，需要什么奖励？”小黑说道：“都给吴妈吧，她比我更需要。”老板笑了笑：“你们两个简直和说好了一样，她也说不要。如果你也不要，那就都不给了。”小黑犹豫片刻：“请给我一件防御性的道具吧。”老板十分诧异：“有小白在，你应该并不需要。”小黑说道：“是给吴妈的，她身上的几件东西并不足以保护她，尤其是深陷漩涡的时候。”老板眼睛动了动：“你就没有自己想要的东西？”小黑看着他：“您知道我想要做什么，但我也知道现在的功劳并不够。”老板点点头：“了然。那这件事就暂时累计，以后一并结算。”小黑问道：“吴妈那里？”老板笑了笑：“我自有安排。当我进入历史的痕迹，历史的滚轴就开始启动。终极副本的含义或许你还不太了解，但我只能说4大神器的作用不止于此，在某些时段他们强得可怕。”小黑放下心来，他的老师永远不知道，他在笔记里撕掉了一页纸，上面写着：“我想失败是不可避免的，但我永远有另辟蹊径的勇气。”小黑曾是游戏里的玩家，他通过追踪赛博怪兽，从而找到了论坛，因此得知了成为玩家的方法。而他要实现愿望，需要通关的副本是一个天文数字。理论上说，就算是他把所有副本都通关一遍，都无法完成。他翻开凌迟之法，如果是这样，应该就可以了吧？如果失败了呢？可他已经失败过很多次了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就不必考虑这个问题。他把小白关在屋外，开始了对自己惨无人道的用刑。因为长期与那头赛博怪兽交锋，他的大脑已经开始异化，足以使他清醒地完成这件事。痛苦、撕心裂肺的呐喊，以及门外的挠门声。喵！在新诞生的副本里，小黑看着小白，难受的想哭。笨猫，我对你真的不好，你怎么又找来了？自从小黑在大街上捡到那只蹒跚的小猫，他们便再也没有分开过。小白天生便有一股灵性，这便是老板所说的天赋。他看着小黑的尸体，拼命地舔舐着，期待他能如往常一样重新站起来。可是没用，他看见了某种玄之又玄的东西，那种东西将要把小黑带去某个地方。小白从不认窝，他能找到的一直都只是小黑。不管你在哪里，我都会找到你。他一头扎进池塘，灵魂也随之一起前往。如果你寻求死亡，那我便祈求生机。S 级副本往生，生与死回环，生生不息，死死无尽。当猫叫声响彻在孤儿院时，玩家的噩梦便开始了。番外2，在玩家论坛出现问题时，镜中会的高层开始了联系。近来的突发情况越来越多，真是多事之秋。想要引诱玩家当炮灰的事，多半是行不通了。线索既然已经到手，就得及早联系前任老板。俗话说，迟则生变，只得赶鸭子上架。他们的消息传递途径很多，暗网是比较常用的，里面的很多节点都是由他们掌控，但他们不清楚现在暗网之下的那头怪兽是什么情况。毕竟论坛混乱这件事绝对和他脱不了干系。那头怪兽是他们无意中发现的，他们一开始试图捕获，结果死伤惨重。他们既不能控制，也不能消灭，
那是冗长数据的沉淀，发根自人类最黑暗的一面。他们尝试对那头怪兽进行模拟，最终搞出了玩家论坛。那里最初是专属于他们的联络点，可在中途却被那只怪兽无意识地接管了，使得他们只能放弃。最后决定将其作为玩家论坛宣传出去。他们向来不怀好意，待那头怪兽苏醒之日，正好可以助他们清除一批玩家。镜中会，这群游走在黑暗之中的老鼠，挖掘出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存在。他们将其一一分级，分为不可知、不可见、不可触、危险、可控制、可利用、无价值。正因为他们掌握着些许禁忌存在，所以可以和恐怖游戏的前任老板谈条件。而这次，他们决定拿出一件危险级别的物品。在安静的恐怖游戏后台，老板咳嗽了一声，他的某一张脸已经出现了裂痕。这次真的是阴沟里翻船，居然会被这些蛀虫伤到。幸好在历史的痕迹里，并无前任老板存在，不然两者一起会给他造成大麻烦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次又灭掉不少镜中会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总算查到了前任老板的痕迹，再休养一阵子就可以去找他了。